男人月薪过万，凭什么得不到尊重啊？为什么你月薪过万了，女人还是不会尊重你啊？你还是会遇到感情问题。其实所有的事业有成啊，站在金字塔尖儿顶端的人，但是恋爱能力不行的话啊，你都会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完全接受不了感情中的波动啊。就只要对方有一点不符合你的一个预期行为，比如说他可能表现的没有昨天那么热情啊，立马你就会开始怎么样？你会开始内耗，你会开始胡思乱想，并且你还下意识的去灾难化自己的想法。那既然有了想法，行为呢，你就会跟着变形了。毕竟这部分人的执行力是非常强的嘛，他们就会开始认为自己务必要做点什么才能够改变现状，于是就会开始犯一些很低级的不符合自己身价的愚蠢行为啊，就比如说疯狂砸钱，又或者说卑微求和，再或者呢就是侮辱对方，那最后呢就是被一个很普通的女人搞得遍体鳞伤啊。其实任何高价值的男人必须要知道，面对这种感情中的这种波动啊，你只需要学会与波动共存，那你就能够解决关系中90%以上的问题啊！不能接受波动这件事情，本质上是什么？其实就是你的得失心和胜负欲太重了。你会想着自己事业这么好，对吧？自己这么优秀了，他凭什么不对我热情啊？怎么昨天我们还聊得火热，今天他就不回我消息，还发朋友圈啊？他是有其他选择了吗？啊，当你带着这些想法去看待情感波动的时候，你的行为一定会变形，因为你渴望一个人完全按照你的想法去走。这个就是来自于你对工作或者事业的一种掌控惯性，也是一种不合理的掌控欲。你觉得他应该按照你的想法来做啊？你都这么优秀了，对吧？他不应该来巴结你吗？但是在这种关系当中的绝对控制本身它就是一种妄想。所以我想告诉你的是什么？当对方的反应不符合你的预期的时候，你先不要去做任何的反应，你要允许你们之间有波动产生，他冷淡就冷淡啊，他后撤就后撤。无论对方是在套路你，或者说他本身就是这样一个人，你都要去保持住你的姿态，以不变应万变，这个才是符合你身份该有的反应啊！我真的是很反对那些就是男人只要有 money 了，他就不学习情感心理，不去了解两性认知，也不去懂人性了啊，不用去维护关系的这种论调了啊！这个只存在于短期关系中才会成立，也就是那句话嘛，付过钱的不用提供任何情绪价值。但是长期关系真不是这样的，不然为什么王思聪会爱而不得，鹿晗也会分手？原因很简单，在长期的亲密关系当中，身份和价值是会被弱化的，而自我感受是会被无限的放大的。意思呢，就是只要你让我受委屈了，那你让我不舒服了，我不管你是谁，我只知道你是我的对象，那我就要惩罚你。我们再说回正题，好吧？乔楠在面对情感问题的时候，最好的解决方式其实就是不解决，或者说不需要你亲手去解决，它自己就会消失。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呀？其实我们女人是一种极其善变的生物啊，我们的想法每时每刻都是在发生变化的。那女孩子可能头天晚上还在跟你说什么分手，第二天早上起来她有情绪反扑，她就会后悔啊，会觉得没你不行。所以这些情绪你们要怎么去解决？有没有必要去解决呢？那很多兄弟也就是因为去乱解决，比如说一个年薪100个的男人，女朋友跟他吵架了要闹分手，那么这个时候他会干嘛？他会破防，他会觉得我比你身边的男人都优秀，我对你这么好，我给你花了这么多米，你凭什么不听我的话？你凭什么还想离开我？你是白眼狼吧？啊，然后就会开始干嘛？控制欲爆表啊，去人家楼下堵着要个说法，或者破口大骂，或者马上转钱过去求原谅。这些做法全都是在坚定的认为什么？你是一个弱男，你远远不是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强悍啊！你们要知道，这个想法会根深蒂固在女孩子的脑子里，那么结果就会是加剧对方离开你的意愿。你给 money 是没有用的啊！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按照我说的，你稳如泰山，你对自己绝对自信，你1个晚上2个晚上你不理他，该干嘛干嘛，那这个时候对方会干嘛？会冷静下来，他会去反思，因为这个时候你的做法吻合你的人设，吻合你的实力，也吻合你的框架。那这样就会提醒到他，他就会想，哎呀，好像你的优点也挺多的啊，你是一个优秀的男人，我离开你是很不明智的决策，我可能离开你我找不到更好的了啊，或许我还是可以体谅你的啊。那这个事儿可能是我自己做的太过分了，这事儿是不是就自然而然被解决了？所以兄弟们啊，你们要明白，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也都是复杂的集合。你不能因为你自己条件好，你就把女人当做什么物品啊？你不是皇帝，你不能随心所欲的去使唤人的
你不能对拥有一个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听你的这样一个伴侣拥有那么大的执念，因为就算你拥有了，你觉得这个女人她自己还有灵性吗？她还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吗？这不就是一个巨婴吗？她不就是一个花瓶吗？那可能你一开始真的会很满意，会很开心，因为你的控制欲得到了满足，但是你迟早会厌倦她，可能也就半年或者1年，因为真的太无聊了，很没意思的。这个女人她自己也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了啊。那如果说你正好遇到类似的问题了，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滴滴啊，还是那句话，弱者才会去钻研情感啊、技巧啊这些。我是焦哥，只给强男讲人性，下期见。